喂，咁啊，今集呢都算係打破咗個剪片速度嘅紀錄啊！由決定拍啊，去到出片啊，2個星期搞掂啊！而呢一集亦都係 online media 上邊呢第一個介紹呢一個超新嘅日本牌子，而製作呢一集嘅影片呢，令我從3個角度去欣賞日本人到底點樣去建立一個牌子嘅呢。今日集呢亦都問咗負責人，點樣去定義翻 Japan Made 呢一個字眼呢？嗱，未睇都覺得正嘅話呢，咁梗係可以照俾個 like 我啦。試完就其實就上個禮拜1左右嘅就先收到呢個牌子嘅邀請啦，咁啊大家傾啦，咁啊傾到禮拜2度呢，個牌子就決定寄隻錶過嚟香港。原來 DHL 咧可以快到第2日就已經到咧，日本嗰度寄過嚟。嗱，呢度呢真係冇收 DHL 嘅廣告費。咁我就星期六、星期日2日啦，極速咁去了解隻錶，咁啊拍下片，拍完之後呢都即刻將隻錶寄翻去日本噶啦。咁然之後就剪片啦，星期5嘅今日就出到街啦。你又幾咁誇張，幾咁犀利？呢個就係2025年嘅速度啦，亦都係 Internet 嘅發達啦，令到遠喺日本嘅牌子都可以輕易咁透過一個 email 啦揾到咗我，最後仲整埋呢條片，等全世界嘅人都可以知道呢一個新進嘅牌子。咁你話係 Micro Brand 帶動咗我哋呢一類手錶嘅 YouTuber 啊，定係 YouTuber 帶動咗呢啲 Micro Brand 呢？你問我呢，我就覺得係相輔相成嘅，互惠嘅一個關係嚟嘅。而今次嘅呢個介紹呢，根據牌子嘅表示呢，Watch Catalog 都算係全球第一個去 feature 呢個牌子嘅一個重要嘅 channel 啦，重要嘅一個 source。嗱，如果係真嘅話呢，咁啊真係非常之多謝呢個牌子對我哋 Watch Catalog 嘅一個重視，令我都有啲緊張啊做呢一條片。咁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我本身呢其實就寫咗另一個 angle 嘅片先嘅，咁我都寫咗大半噶啦，然後我就覺得好似麻麻地，所以呢，先重新再寫咗依家你睇緊嘅呢個版本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好似比第一次寫嗰個呢就好得多嘅，因為呢可以更加介紹到成個牌子嘅嗰個精髓。咁啊，今集嘅介紹啦，正式開始啦呢度。而今集嘅主角 Kiwame Tokyo， 咁啊當然係一個日文嚟噶啦。Kiwame Tokyo 應該都係 Watch Catalog 介紹過嘅牌子最後生嘅一個。皆因呢出片嘅呢一刻呢，其實佢哋先至啱啱正式發售第一款嘅手錶。其實就有2款嘅，咁啊更加係因為佢哋太過年輕啦，太過後生，知名度一定較低㗎啦。令我更加覺得咧要做翻多啲功課去了解翻佢哋啦。正正就係呢個了解嘅過程咧。咁其實嗱，雖然大部分嘅內容呢，其實都可以從佢哋嘅官網呢可以睇到嘅。咁啊內容亦都好精簡，唔需要太過多餘嘅字句呢，已經好精要咁交代咗成個牌子個理念。而我包括玩咗手錶2日啦，俾我可以從3個嘅 angle 啦，去同大家了解翻 Kiwame Tokyo。嗱，分別就係牌子名咧點樣睇到日本匠人嘅精神呢？咁第2呢，就係發源地嗰個選址嘅理念啦。咁第3就係呢2個錶款點樣睇到日本人嘅嗰個文化呢？嗱，首先個牌子名咧都已經好日本噶啦，Kiwame係日文嚟噶啦，即係解極嘅意思啦。嗱，中文字呢，就咁睇就好容易理解嘅啫，都係極致啊、極限嘅意思，亦都係日本人一直都好 proud of 嘅一種匠人嘅精神啦。我諗應該全世界呢，真係除咗日本可以 claim 匠人精神之後呢，冇第2個國家呢夠膽去 claim 噶啦。當然寓意住牌子極致嘅追求啦，挑戰呢個極限嘅精神啦。嗱，套用喺手錶牌子上面呢，其實就非常之適合嘅，因為手錶根本就係一個多方面嘅追求。雖然呢，我就唔係日本人，但係應該相信呢，都會引起到唔少日本人嘅共鳴啦。咁個牌子就有啦，咁啊定咗個名，咁啊之後呢就揀地方啦。當然咁佢哋揀就揀咗喺東京啦，咁就不過東京其實就好大嘅，咁佢哋亦都好有策略咁選擇咗呢個淺草呢個區。大家都應該去過東京噶啦，咁啊真係唯獨是呢淺草呢個地區呢，係全東京入邊呢最古色古香。之所以揀咗呢個地方呢，其實就係睇中咗佢哋嗰度一個現代同埋傳統嘅一個結合，正如手錶都一樣啦，正正就係現今嘅科技，但係同時結合咗好多傳統嘅精神、傳統嘅智慧喺呢度做手錶呢，先至能夠將嗰份味道傳承到去每一隻手錶入邊，令到手錶都更加之有靈魂啊！
咁喺我面前呢，就係頭先提及過嗰份特快嘅 DHL 郵件啦，一日呢就由東京寄到香港噶啦，好緊張佢哋到底究竟寄到一隻呢定係兩隻呢？嗱，打開咗之後有一個盒啦，同單獨一隻錶，嗱，應該盒入邊都有一隻噶，果然有齊晒兩個嘅款式，啱啱先至正式開賣嘅兩款手錶，日文名嚟嘅，個名都係 Usuki。淺黃色啦 ，Usuki 咁樣咯。另外一個就 Kurozuki 黑月啦。嗱，我都學過少少日文噶，希望冇讀錯啦。咁啊，始終咧手錶咧都係要攞上手睇個實物先得嘅。咁不過依家都好好睇 YouTube 片嘅話咧，其實或多或少咧都已經幾準確咁感受到實物嘅嗰個美啦。本身睇相嘅話咧，其實淺黃嘅呢隻咧同相片咧，我覺得都算接近嘅。但係黑面黑月嘅呢一隻呢，反而我覺得實物呢係有驚喜。不如先講下黑色呢一隻先啦，因為嗰個黑色嘅漆面呢，其實就做得好靚好靚，然後有齊晒1至12嘅 apply indices 啦。嗱，我啊特別鍾情係呢啲 apply indices 嘅，你可以話有偏見啦。印嗰啲面呢，始終都係機器印出嚟啦，立體字面啦，即係 apply indices，就算係用機去組裝，喂，工藝上都複雜好多啦，係咪先？另一個細節位呢，我諗未必有太多人留意，就係呢啲 index 呢，佢都係用咗一個拉絲嘅處理去做。如果你細心認真啲睇呢，就會發現拉絲個方向呢，同佢嗰個標圈呢，都係直紋嘅，都係一樣嘅。咁有咩特別呢？令到反光嗰陣時呢，嗰個光線呢就好一致嘅。出奇地，我又覺得嗰個視覺效果就幾好喎。我反而覺得呢，牌子製作呢隻手錶嘅時候呢，都未必有諗過呢一個效果。值得一提嘅就係嗰個秒針，其實嗰個靈感咧都係嚟自於淺草嗰啲寺廟咧，嗰個屋頂啊，其實係咪叫屋頂咧？廟頂咧叫廟頂嘅嗰個形態嚟嘅，咁啊相當之有意思。嗱，而另外淺黃嘅呢隻咧，其實主要個分別咧就真係喺嗰個淺米黃色嘅一個錶盤啦，係一個好傳統日本嘅一個色澤嚟嘅，再加埋呢個黑色，好少見黑色嘅 apply indices。我覺得係幾靚，其實成件事大家都知道我係中意黑白配色嘅一個愛好者啦。咁所以呢一隻呢，就特別有啲情意結。如果呢個錶盤呢，之後有一個純白色嘅版本呢，咁就更加之好啦。而另外呢，就係淺黃嘅呢個款呢，佢就唯獨有一個燒藍鋼嘅秒針啦，咁啊令到呢一隻錶呢，就有少少 touch 啦，有個藍色嘅 touch 喺度啦。嗱，兩款嘅夜光呢，都值得留意，用咗兩款唔同嘅夜光顏色去呈現，我都幾有心思。嗱，兩隻錶咧都係38mm 噶啦，個 spec 其實都好似嘅，兩隻都厚度亦都係9.5mm 啦，藍寶石嘅錶面。機芯用咩機芯呢？就係 Miyota 嘅9039，有一個停錶嘅功能。錶殼上面咧都有一個上鎖嘅功能啦，所以可以做到100米嘅防水。以一隻斯文錶款嚟計呢，但係又做到少少軍錶嘅嗰種味道。嗱，兩款呢個價錢都一樣嘅，都係美金650蚊。折合就大約港幣5000蚊左右啦。嗱，始終都係 Japan made 嘅，而且每款都係限量99隻。我就覺得係一個中規中矩嘅定價啦。而我其實係專程都問過牌子關於 Japan made 嘅呢個定義嘅。其實正確嘅叫法就應該 Made in Japan 嘅，只不過好多牌子其實都係想叫到類似 Swiss made 啦，咁又叫咗 Japan made 咁樣。其實 grammar 上又有啲唔完美嘅，不過都唔緊要啦。大家玩錶嘅時候都明白背後個 meaning，咁咪 OK 咯。當個機芯其實都已經係日本嘅 Miyota 啦，而且佢哋咧喺自己嘅 studio 入邊咧再進行一啲嚴格嘅調整咧，令到每個機芯都要做到日差咧10秒之內嘅啫。嗱，機芯以外嘅組件呢，咁當然難免係有啲又會係中國製造啦。咁但係整個組裝以及 QC 嘅過程呢，都發生喺日本嘅，特別係發生喺呢個淺草嘅 workshop 入邊，所以可以 claim Japan made 都絕對唔過分，亦都好有說服力喺呢件事上邊。嗱，而我點解一開始咧都話透過呢兩款嘅錶款呢，可以睇到日本人嘅一啲生活文化咧精神呢？我呢度都想分享少少。作為香港人嘅我呢，加上我本身其實做設計嘅啦，一開始睇到呢個牌子嘅呢一個款嘅手錶呢，都可能會覺得偏向於簡單。老實講，我一開始都有呢個感覺嘅，但係直到細心了解咗牌子嘅理念啊，睇過成個手錶嘅實物呢，先至諗翻起呢，其實日本雖然呢表面睇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國家，所有嘢呢都好極致嘅，但係偏偏日本人呢
可以樸素啊，到一個好極點，好簡單到一個極點。例如最經典嘅係 Muji 啦，無印啦，之後亦都有 Uniqlo 啦，Uniqlo 啦，好似係咁樣讀嘅，以及 GU 啦，甚至乎我之前都有出片提及過嘅呢。其實你有冇留意佢哋返工嗰啲，特別是着西裝嗰啲呢，都係清一色同一個西裝款咁滯嘅。咁自然手錶咧都絕對唔可以太過嘩眾取寵，所以反而咧呢類睇起嚟好單調，但係其實裏邊就充滿住一啲細節嘅呢，正正就係日本人嘅文化。所以呢，我依家就明白啦，每款限量99隻，我諗淨係日本嘅市場都幾肯定可以賣晒啦。由於牌子就啱啱誕生啦，咁所以暫時當然香港未有銷售點係正常嘅。不過而家現今啲科技都咁發達，同樣嘅道理啦。10年前我諗我自己都唔會太過網購買一啲太貴重嘅嘢。我諗今日呢，大家都已經接受咗，所以亦都造就咗 Michael Brand 嘅大冒起。因為標迷呢可以輕鬆咁直接去到佢哋嘅官網度買噶啦，非常之方便。我自己呢就比較中意淺黃呢個系列，因為佢比較接近一個黑白色。加上黑色嘅 index 呢，就真係比較少見。不過有興趣嘅呢，我諗都要快手一啲，因為呢都係限量生產啦，賣晒呢，佢會唔會轉款嘅？我都唔知啦。咁今集嘅內容呢，就差唔多啦，希望你中意今集嘅介紹。再次多謝 Kiwame Tokyo 嘅賞識，令到 Watch Catalogue 可以成為首發去介紹。Like 同埋 comment 啦，因為每一個嘅留言都可以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加多嘅觀眾，呢個先至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啊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